身体有味道很困扰吗？你听到过有一种体臭会传染吗？其实它跟饮食习惯有关系哦。互联网开讲喽，我是你的老朋友胡医师。网络上有个朋友分享，他说啊，他在国中的时候啊，因为体臭被隔离到角落。高中的时候曾经因为体臭让同学们觉得恶心。最近呢，上大学了，又因为体臭被协调要换房子。他觉得已经很努力洗澡了，怎么搞的味道还这么重呢？其实啊，只要了解了原因啊，摆脱体臭其实是很 easy 的事儿啊。中医看来啊，身体有臭味，不管是狐臭啊、汗臭啊，或者脚臭啊，这些啊，多半都是身体里面的湿气没办法顺利的代谢掉，身体就会像水沟被堵塞一样，那么久了就会发臭。因为脾是主湿的，我们讲肝心脾肺肾每一个脏腑可以主一种天气，风火湿燥寒，风呢跟肝有关，那么湿呢就是跟脾有关，所以身体的湿气不能排除出去，多半都是脾胃的问题，所以脾胃虚的人多半就有湿气。那怎么样去分辨脾胃虚的人呢？他是常常会有腹胀啊，就是肚子里头胀气啊，食欲不振啦，大便湿湿黏黏的啦，还有大便很稀软啦，老是觉得大不干净啦，容易头晕的或容易中暑的，脸色比较苍白的，这样子的人大概就是因为脾气虚。假如刚好他有体臭的话，那常常就是脾胃虚而造成的体臭。那脾胃虚的人该怎么办呢？其实有办法的啊，可以用4君子汤啦、6君子汤，这些就是补脾气、气虚的这种人。那么用它来调理肠胃，使身体里头的水气啊能够很容易的畅通了，结果自然的身体就不那么臭了。建议可以吃平补的温性的食物，例如山药啦、莲子啊这些东西啊。我现在建议呢，脾胃虚的人啊要避免吃寒性的食物，例如西瓜啦、冰啦，还有就是奇异果啦、哈密瓜呀、生菜沙拉呀，还有火龙果，这些都是比较寒凉的。脾气虚的人吃了，也反而让脾气变得更虚，以至于湿气不能够排除，这就更臭了。另外还有一种就是热气重的人也会导致体臭。刚刚讲的是虚，对不对？现在呢讲热气重，热气重就是什么？就是身体不是虚，反而是热了。那这种人呢，他们多半都会有口干舌燥啦，汗味很重啦，或者是发出这个黄汗，还有多汗的部位啊的就是多汗的那个位置啊，他皮肤会出现红疹、痒疹等等，并且容易心烦，这多半就是火气、热气太重。那这种人应该反而要吃一些利水的食物，像是空心菜啦、苋菜啦、冬瓜呀、油菜呀、芹菜、绿豆，还有浮小麦等等，这些让自己身体里头的水气啊，自然的能够畅通的排除，这样就好了。有的时候体臭不一定都是身体里面的问题。有一次一个患者啊，这个患者很有趣啊，他一直跟我说他身体臭，可以治来治去呢也治不了，我跟他治很多次啊都没办法治好。这个觉得很纳闷，我就说，这个搞不好啊是这个衣服啊上面沾有臭气，而这衣服上为什么会沾臭气呢？常常都是衣服湿了，结果呢就霉菌生长在这个衣服上，以至于那个衣服上面可以看得到有霉斑点啊，霉斑点就是有黑色的一点一点的啊。那么这样子的话呢，才让人觉得它是臭。其实呢，这个是因为那个霉菌的关系，因此就建议他在洗衣服的时候加一点点消毒水，像现在市面上可以买到的一些消毒的，例如 Lysol 之类的这种消毒水呢，在洗衣的时候放到洗衣机里头，结果衣服上的霉菌被杀掉了，因此呢，他的衣服上就没有霉菌了。霉菌被去除了以后，就那个臭味也就少了。
至于那些让身体产生热气的食物啊，那是最好是尽量的不要吃啊。那是例如说煎的、炸的、烤的等等这些东西，还有呢辛香味重的，例如葱啊、姜啊、蒜啊、咖喱啊、茴香啊之类的啊，还有什么沙茶啦、辣椒啊这些辛辣的食物，常常都会怎么样？会堵塞到了你的这个排湿的这个功能，因此呢，臭味也容易发生。那么，假如说避免了吃这些东西的话，身体的臭味自然就跟你说拜拜了。古时候的医书中有说啊，这么一句话，他说：“人有血气不和，腋下有如野狐之气，谓之狐臭。”那这意思就是说，有一种体臭呢，称之为狐臭的，就像野狐里的那个臭味儿。古书里头又讲，他说：“而此气能染疫着于人，就是说它能够感染，能够传染到别人。那他。古时候这个书里头怎么讲？他说：“小儿多是乳养之人，先有此病，染着小儿。”也就是说，小孩子也有狐臭的话，那多半都是他的奶妈造成的。他的奶妈喜欢吃什么东西，他奶妈的奶给他吃了，他结果也就得了这样子的体臭。那么狐臭的治疗方法，我们现在来稍微跟大家提一下。中药材啊，有很多的这种。香味的药啊，例如我们看到名字就知道了，例如木香、藿香、香附、甘松香，这些只要有香的这个药物，它都是有香味的，它多半能够克制那些不正之气或者叫做恶气。有一些药物啊，它虽然没有香这个字在它的这个药物的名字，但是呢，它却有很浓厚的、很浓郁的那种香味儿。那这种像是山奈呀、白芷啊，白芷是一种兰科的植物啊，它的味道很香啊。细辛啊、薄荷呀这些东西，假如说再加一点点能够去除淤血的药物，例如三棱、鹅珠等等这些很浓香味的药，把它放在一起的话，打成药粉。放在袋子里头，放在这个腋窝之下，这样子也可以使得这个狐臭的味道变得没有了。那么再来呢，古方里头有很多治狐臭的方，蜜陀僧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治狐臭的药物。蜜陀僧呢是一种矿物啊，例如蜜陀僧10公克，滑石70公克，冰片5公克，还有炉甘石15公克，研成细末，放在一个瓶子里头。那等到洗澡完的时候呢，来擦一擦腋窝，这样子的话呢，每天1次就可以把这个狐臭给治疗了。但是假如万一这个就是腋窝这个地方有溃烂、有破、有伤的时候，就记住不要使用就是。蜜陀僧跟含水石也可以拿来治狐臭，当然也用等份的这个含水石啊，都是中药材啊。那么跟这个蜜陀僧一起，然后研成细末，然后每天啊，在这个腋窝这个地方擦个几次。当然，同样的溃烂溃疡破了等的地方就不要用。有的人喜欢把这个身上啊擦点香水呀什么。台湾话有一句话，叫做“臭芳”。我这个当时啊，我听到这个我的朋友们念这个“臭芳”这2个字的时候，我说：“哎，奇怪，臭跟香怎么放在一起啊？”他说是这样子，把那个香水涂到臭的身体上面啊，那就是臭芳。这个形容词倒是蛮好玩的啊，所以尽量不要随便的拿香水来喷啊，因为香水它并不能够把你的体臭给排出。你本来就干干净净的，涂点香水那是很好闻的味道，否则的话就是臭香。还有的人甚至于还怎么样开刀把某些汗腺把它给就是要不然就把它切掉，或者是那个神经把它切掉，这样子啊都不好。那么假如说为了避免流汗，其实你不应该说是完全是避免流汗，而是有的时候啊你把它擦干就好。假如说你一直待在冷气房或者用电风扇一直吹的话，这可能得风病得寒病，那就反而并不很好。再给大家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古时候的处方啊，这个处方呢记载在养生方里头。养生方里头讲的这一个方法倒是蛮有趣的，
试试看，也许对你的身体的臭味有一些帮助。他说这样的，他说啊，以手、眼、口、鼻，就是手啊，把眼住口鼻啊，然后呢，临目为气，就是把这个手就连眼睛一起就挡住，放这样放久一点的时候呢，你的这个手里头啊就会有那个液体出现，也就是出一点点汗啊，出一点点汗出来，然后呢，这一点点液体就赶紧摩挲一下子啊，摩挲一下子面目，就是脸跟眼睛，真的这样子摩挲一下。常行之，使人体香。他说，常常这样做的话呢，人的身体会变香味儿。试试看，这个是从古书里面找到的一个有趣的事儿。那么再来呢，我跟大家讲一个这个古时候有一个好玩的治狐臭的偏方，有很多啊，但是呢，我今天讲一个偏方很有趣，这个偏方试试看也不为过啊。那这是什么呢？他说古书里头有这么一个讲法，他说腋下狐臭就是腋窝下啊有狐臭，先洗净腋下，把这个腋窝这里洗干净，洗干净以后呢，用油啊调一调那个蜜陀参的末，然后涂上去。涂上去之后呢，再拿1钱的蜜陀参放到一个热蒸饼中，那其实讲就是放一个馒头里面啊，把馒头切开，或者是台湾呢可以买那个挂包，把那个打开了以后，把这个蜜陀参撒进去，就夹在这个腋下。那夹在腋下以后呢，那隔一段时间再拿到丢掉就行了。很有趣的一个偏方，假如试一试，也许就把你的狐臭给拿掉了，不是很棒吗？还了解身体，对症下药，摆脱体臭，现在就开始行动吧！今天的内容就说到这个地方，喜欢我的节目吗？喜欢的话，请记得按订阅，并且加上小铃铛哦！谢谢大家，拜拜。